早安。停了几天，所以今天我们一次补上这一周人工智慧最大的3件事，而这3件放在一起，讲的是同一个很清楚的故事。Anthropic 推出了 Claude Opus 5，一个几乎解掉业界标准工程考卷的模型。中国的 Kimi K3 把它 2.8 兆参数的完整权重免费释出，而 NVIDIA 传出准备替 OpenAI 担保2500亿美元。这一周的主题是封闭模型在冲原始性能，还有巨型的基础建设，而开放模型正在追上来，而且免费送出去。我们一个一个看。第一 ，Anthropic 的 Claude Opus 5，最抢眼的数字是它在一个叫 SWE Bench Verify 的基准上拿到 96%， 那是业界用来测修真实软体错误的标准考卷。这个分数等于是把这张考卷几乎写满了，而且不只是写程式，在一个很难的推理基准 Frontier Bench 上，他直接拿下第一。在一个叫 ARCAGI-3 的解谜测验里，他的分数大约是第2名的3倍。在知识型工作上，他也站上了排行榜顶端。转折在价格 ，Opus 5的智慧已经很接近最顶级的 Fable 5模型，但价钱大约只有一半，每100万 token 进来5块，出去25块美元。讲白一点，模型能做到的上限一直在往上，而摸到那个上限的价格一直在往下。就是这个组合会悄悄地重塑一整个又一整个产业。而且那个 96% 里藏了一个微妙的讯号。当一个模型几乎把标准考卷写满，代表这张考卷本身快没有空间了，整个产业现在需要更难的题目，才分得出最强的几个模型。我们已经走到一个地步，瓶颈是考卷，而不是模型。再补一个实用的点，它的知识截止是2026年5月，是所有 Claude 模型里最新的。所以它不只是推理的好，它是带着一份更新的世界样貌在推理。第二，来自中国。我们上周提过 Kimi K3， 月之暗面那个 2.8 兆参数的模型。7月27号，他们做了那件大事，把完整的权重免费释出了。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开放权重模型。任何人、一家新创、一所大学、一个单独的开发者都能把它下载下来，跑自己的一份，不需要许可，也没有按次计费。而且它不是玩具。在好几项跑分上，它落在最强封闭模型的附近。所以，过去把前沿跟你能下载的东西隔开的那道差距，现在变得非常薄了。这就是这一周的张力，用一个画面讲完。Opus 5展示了封闭的前沿能爬多高， Kimi K3 展示了开放的世界能跟多近，而且免费。为什么一家公司要把训练成本这么高的东西免费送出去？一部分是策略，一个大家都拿去开发的开放模型会变成一种标准，而标准会带来影响力。对中国来说，这也是一条路，就算最先进的晶片被限制，它还是能靠规模和开放继续往前走。第三，跟着前走。多家媒体报道， NVIDIA 正在评估一个计划，替2500亿美元的债务做担保，好让 OpenAI 能租下一座正在俄亥俄州新建的巨型资料中心。它为什么引人注意？因为 OpenAI 没有投资等级的信用评等，所以放款方会拿 NVIDIA 的信用，而不是 OpenAI 的信用来定价这笔钱。等于是 NVIDIA 的资产负债表站出来当那个担保人。而且钱会绕圈， OpenAI 借钱来盖，然后把其中很大一部分拿去买 NVIDIA 的晶片。据报道，那是另一笔金额上看3500亿的交易。批评者把这叫做循环交易的疑虑，而这一次，这个声音又更大了。目前什么都还没签，这些都还在谈。但这个规模告诉你我们走到哪了，单一一个人工智慧园区，最后可能要花超过5000亿美元。模型用起来越来越便宜，但撑在他们背后的基础建设，盖起来却贵得吓人。NVIDIA 据报道还要投资一家叫 Safe Superintelligence 的公司，
那是 OpenAI 共同创办人伊利亚创立的。所以同样那一小撮玩家一直出现在每一笔交易的每一边，既是晶片卖方，又是放款方，又是投资人。就是这种高度集中，让很多人开始紧张。所以退一步，把3件事排在一起。Opus 5封闭的前沿爬得更高。NVIDIA 跟 OpenAI 撑着那个前沿的钱和基建变得更大。Kimi K3 开放的世界追了上来，而且把它交到每个人手上。对你我来说，最后那一部分是好消息。当封闭跟开放的差距缩小，越来越多这种能力落到一般人的手上，一个小团队现在就能跑动1年前只有巨头才付得起的智慧。顶端的竞赛又吵又贵，但底下那个比较安静的故事，才是碰到最多人的那一个。工具正在变得更好、更便宜，也更开放，而且是同时发生。如果只带走一件事，那就是这个，别只盯着哪家公司在赢，盯着你自己，这个月你能做到，上个月却做不到的事。那才是这一切的钱和马力，真正变成某个实际东西的地方，在使用它的人手上。回顾这一周 ，Claude Opus 5用1半的价格，几乎解掉了工程考卷。Kimi K3 把史上最大的开放模型免费送出，而 NVIDIA 替 OpenAI 排出了一笔2500亿美元的担保。更强、更便宜，也更开放，3股力量朝同一个方向拉。这就是人工智慧此刻的位置，我们会继续帮你盯着。以上是 AI 每日新闻，我们下次见。